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新，今天来教大家秘密花园系列朱丽叶吊带背心的钩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吊带由裙摆、背心和拼花组成。先绕圈钩织裙摆，然后在上方钩织背心，完成后制作和安装拼花。首先学习裙摆的钩织方法，分为裙身和底边两个部分。其中裙身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绕圈钩织，每一圈都需要翻转织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加针，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纸上都进行了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，请看演示。首先来起针，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这里我用棉线做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左手挂线，右手持针，先打一个结，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锁针，1、2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我小样这里针数较少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完成后，将锁针圈起来，正面对着自己。注意锁针不要扭起来。钩针挑起第一个锁针上方半针，钩引拔针。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在引拔针的入针位置扣一个记号扣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一圈，先立3个锁针，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起立针算作一个长针。接着挑左侧相邻锁针上方半针，钩一针长针，继续钩一针长针，然后间隔2个锁针，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往后简称为3针枣形针。钩针绕线，穿入左侧第3个锁针的上半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继续挑同一个锁针位置，再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然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，这个3针枣形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3针锁针过渡，挑同一个锁针位置，钩一个3针枣形针，重复2次。完成后，间隔2个锁针，从第3个锁针开始，一一对应钩3针长针。
来看一下，将这3个枣形针、2组锁针和3个长针看作一组花样。我再演示一组花样，先间隔2个锁针，挑第3个锁针的上半针，钩3针枣形针，每个枣形针之间钩3针锁针连接。完成后，间隔2个锁针，从第3个锁针开始，一一对应钩3针长针。又一组花样完成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，钩完这一圈。钩完最后一组花样，继续间隔2个锁针，钩3个3针枣形针，每个枣形针之间钩3针锁针连接。这一组枣形针和锁针与开始的3个长针刚好组成一组花样。挑起立针第3个锁针这样2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，拉紧。第1圈就完成了。将这一圈的正面看作织片的正面，接着钩第2圈，这一圈在反面钩织。立3针锁针起立，逆时针翻转织片，再钩3针锁针过渡，跳过左侧的锁针，挑中间这个枣形针的针目，钩1针短针，再钩3针锁针过渡。挑长针的针目一一对应，钩3针长针。继续钩3针锁针过渡。挑左侧一组花样，中间这个枣形针的针目钩1针短针，3针锁针过渡。然后挑长针针目一一对应，钩3针长针。来看一下这一圈的钩织规律，就是挑上一圈中间这个枣形针的针目钩短针，长针位置一一对应钩长针，长针与短针之间钩3针锁针连接。往下按照这个规律钩完这一圈。钩完最后这2个长针，挑起立针引拔连接，
拉紧。第2圈就勾好了，继续勾第3圈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先勾2针长针，然后调左侧短针针目，勾3个3针枣形针，每个枣形针之间勾3针锁针连接。完成后，调左侧长针针目，一一对应勾3针长针。一组花样完成，往下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，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调起立针，引拔连接，拉紧。第3圈完成。接着第4圈的钩织方法与第2圈相同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在反面对照图解钩织，钩完这一圈。第4圈就钩好了。往下裙摆剩余部分，单数圈在正面钩织长针和枣形针，双数圈在反面钩织长针和短针。每一圈都需要翻转织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加针，会用到长针加针，请看针法演示。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1、2，一个长针加针完成。可以看到同一针目钩了2个长针。这就是长针加针的钩法。往下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，钩完裙身剩余圈数。钩织过程中会遇到其中一根线头不够长，需要接线的情况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这里的接线方法。将需要接线的线头留出5厘米左右的长度，打一个死结。2种线材一起钩织的，将需要接线的线材打结就可以。继续按照规律钩织即可。将接线的部位放在织片的反面，线头暂时不用处理，最后顺着纹理收好即可。
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。后面遇到需要接线的情况，都按照这里的方法接线。全部完成后，正常断线，自行收好线头。到这里，群声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群声完成后，接下来钩织底边。来看成品，沿着群声结束位置继续绕圈钩织，每一圈都需要换色，并在织片正面钩织。请看针法演示。先来钩第一圈，将群声的正面朝着自己，最后一圈朝上，在任意一组花样左侧这个锁针动眼上接线，取出对应配色线，打一个活结，钩针穿入这个锁针动眼，将活结勾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，接线完成。另一针锁针起立，挑接线位置钩一针短针，接着钩4针锁针，跳过左侧2个长针，挑第2个长针和第3个长针之间的动眼，钩一针短针，接着间隔3针，挑第3个长针和第4个长针之间的动眼，钩6针长针。完成后，继续间隔2个长针，挑这2个长针之间的动眼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4针锁针过渡，挑左侧锁针动眼，钩一针短针，再钩4针锁针过渡，挑下一个锁针动眼，钩一针短针和4针锁针，接着间隔2个长针，挑长针之间的动眼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间隔3个长针，挑长针之间的动眼，钩6针长针。来看一下，将这4个短针、3组锁针和6个长针看作一组花样，往下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，钩完这一圈。全部完成后，挑第1个短针的针目，引拔连接，拉紧，正常断线，自行藏好线头，第1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2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线，挑上一圈最后这个锁针动眼接好线。另一针锁针起立，挑接线位置钩一针短针，再钩4针锁针，挑左侧锁针动眼钩一针短针，然后挑左侧长针的针目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往后简称为2针枣形针。先挑这个针目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，这个2针枣形针就钩好了。接着钩一针锁针过渡，
调左侧相邻针目，钩一个2针枣形针和1针锁针。往下挑长针针目，1针对应钩一个2针的枣形针，每个枣形针之间钩1针锁针连接，钩完这一组长针位置。完成后，调左侧锁针动眼，钩1针短针，每个短针之间钩4针锁针连接，钩完左侧锁针位置。来看一下这一圈的钩织规律，就是挑上一圈的长针针目，钩2针的枣形针，每个枣形针之间钩1针锁针连接，然后调锁针动眼，钩短针，每个短针之间钩4针锁针连接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挑第一个短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正常断线，自行收好线头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往下钩第3圈，挑上一圈第一个锁针动眼，接好线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挑接线位置钩1针短针，然后调左侧短针与枣形针之间的动眼，钩一个2针的枣形针，2针锁针过渡，然后调左侧锁针动眼，钩一个2针的枣形针，再钩2针锁针，往下在每个锁针动眼钩一个2针的枣形针，每个枣形针之间钩2针锁针连接，钩完这一组枣形针位置。完成后，再钩2针锁针过渡，挑最后这个枣形针和短针之间的动眼，钩一个2针的枣形针，然后调左侧锁针动眼，钩1针短针，4针锁针过渡，再挑下一个锁针动眼，钩1针短针，一组花样完成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，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挑第一个短针，引拔连接，拉紧，正常断线。
自行藏好线头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继续勾第4圈，挑上一圈最后这个锁针动眼接好线，勾2针锁针，挑下方接线位置勾1针中长针，然后挑左侧锁针动眼勾1针引拔针，再勾2针锁针过渡，挑下方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勾1针中长针，然后挑下一个锁针动眼勾1针引拔针。来看一下，将这2针锁针、1针中长针和1针引拔针看作一组花样，这一圈就是挑上一圈的锁针动眼勾织这样一组花样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勾完这一圈。最后这个引拔针勾在这一圈的接线位置，然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接着将线头穿入缝针，挑左侧相邻线圈缝2针，在反面藏好线头，第4圈就勾好了，底边就完成了。到这里裙摆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背心分为身体和胸片2个部分，其中身体在裙摆起针位置接线，来回往返绕圈钩织。钩织时注意两侧腋下长针之间间隔的针数不同。胸片分为前胸片和后胸片2个部分，沿着对应位置来回往返钩织，全部完成后缝合连接肩部，请看演示。先来钩身体第1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将裙摆的正面朝着自己，起针的锁针位置朝上，从记号扣标记位置对折，找到这一圈中间这一组藏针位置，挑中间这个长针位置，起针的锁针剩余2根线，也就是这个长针的入针位置，接好线。接线位置和记号扣标记位置分别对应身体两侧腋下，钩织时注意腋下位置与其余位置略有不同。立3针锁针起立，再钩1针锁针过渡，间隔一个锁针位置，调左侧第2个锁针上方1根线，钩1针长针。这里大码还需要重复钩1针锁针和长针，我这里以小码为例，大码自行对照图解钩织。接下来大小码从对应位置开始钩2针锁针，然后间隔2针，钩1针长针，
往下都是间隔2个锁针，钩1针长针，每个长针之间钩2针锁针连接。小码一直钩到记号扣右侧2个锁针前，大码则钩到记号扣右侧4个锁针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往下钩1针锁针过渡，间隔1个锁针，钩1针长针。小码重复2次，大码重复4次。完成后，继续钩2针锁针过渡，间隔2针，钩1针长针。小码直到接线位置右侧1针前，大码直到接线位置右侧3针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小码这里钩1针锁针，然后与起立针引拔连接。大码这里自行对照图解，再钩1组锁针和长针，我就不演示了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2圈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再钩1针锁针过渡，翻转织片。调左侧相邻长针针目，钩1针长针。往下挑上一圈长针的针目，对应钩长针，中间间隔的锁针数量与上一圈相同。大家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与起立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往下身体部分剩余圈数，每一圈都是翻转织片，在上一圈的长针上钩织长针，长针之间间隔的锁针数量与第1圈相同，大家自行将它们钩完。身体完成后，接下来钩织胸片，分为前胸片和后胸片2个部分，分别在对应位置来回往返钩织。先钩织前胸片，分为1区、2区和3区，其中1区在两侧减针，形成绣拢的弧度；2区和3区在中间挖出领窝，在两侧分别钩织左右领尖。前胸片完成后，在对应位置接线，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后胸片。请看演示。先来钩前胸片，第1行接着身体最后一圈结束位置钩织，大小码这里略有不同。小码直接立3针锁针起立，对照图解钩织。大码需要用渡线的方法调整起始位置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渡线的方法。先拉大线圈，然后将线团从线圈中穿过，稍微
拉紧线头，接着间隔3个锁针动眼，调左侧第4个锁针动眼接线，钩针穿入这个锁针动眼，将线勾出。注意这里度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以免织片缩起来。接着立3针锁针起立，调左侧针目，钩1针长针，往下挑长针针目，钩长针，每个长针之间钩2针锁针连接，对照图解钩织对应数量针数。完成后，钩1针长针减针，先挑下方针目钩1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再挑下一个针目钩1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，这个长针减针就钩好了。第1行完成，接着钩第2行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。调左侧针目钩1针长针，往下对照图解钩织长针和锁针，钩完这一行。第2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依区剩余部分，沿着上一行来回往返钩织，钩织时两侧对照图解减针，形成弧度。完成后继续钩织2区，钩织时在中间留出领窝，形成左领尖。完成后在对应针目上接线钩织3区，形成右领尖。请看接线方法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接线方法，取出对应线材，找到接线位置。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可以直接将线勾出。如果想要接线更加牢固，也可以打一个结。然后勾出。调整一下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对应的针法，小样针法随机，线头在钩织时一起收进去。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。往下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前胸片剩余部分钩完。完成后对照图解接线钩织后胸片，后胸片的左右领尖。完成后分别预留对应长度线头用于缝合。到这里，左右胸片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缝合连接肩部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将后胸片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前后胸片正面相对，肩部对齐，在反面卷针缝合。起始位置多缝几针固定，然后挑对应位置针目缝合。缝完这一行。
完成后打死结，藏好线头，这样肩部就连接好了。按照相同的方法缝合另一侧肩部即可。接下来钩边分别围绕领口和袖笼钩边，钩边有2圈，在对应位置接线绕圈钩织即可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，大家自行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。到这里，背心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制作拼花，来看一下成品，由花片 A 和花片 B 连接而成。花片 A、B 的钩织方法相同，只是配色不同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绕圈钩织，形成这样的6边形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参考花片排布示意图，选择对应配色的花片进行连接。实际连接时，可以从任意一个花片开始连接，除了第一个花片是单独钩织，其余花片都是在钩最后一圈时与前面的花片边钩边连。请看演示。先来学习花片的钩织方法，取出对应配色线，手指绕线，双环起针。接着钩第1圈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调起针动眼，钩12针长针，完成后收一下线圈，然后与第1个长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1圈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第2圈，先钩10针锁针，完成后挑下方同一个长针针目，钩1针引拔针，再钩2针锁针过渡，间隔1个针目，挑左侧第2个针目引拔，再钩10针锁针，完成后挑下方同一个针目引拔，然后钩2针锁针过渡，间隔1个针目，挑左侧第2个针目引拔。来看一下，将这2组锁针和2个引拔针看作一组花样，往下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，钩完这一圈。钩完最后2个锁针，挑第1个10针锁针的动眼，钩1针引拔针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挑这个10针的锁针动眼，钩19个长针，
完成后，旋转织片，挑起立针，引拔连接。完成后，再将织片转到左侧锁针动眼，挑这个10针的锁针动眼，钩20针长针。完成后，旋转织片，挑第一个针目，引拔连接。往下，按照这个方法，在每个10针的锁针位置钩20针长针。最后一个长针完成后，挑第一个长针的针目，引拔，钩完剩余的锁针辫子。钩完最后这一组长针，挑第一个长针的针目，引拔，然后找到这一圈的起立针，引拔连接，拉紧，正常断线。自行藏好线头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4圈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取出对应配色线，找到上一圈，任意一组花样，左侧倒数第6针，挑这个长针反面，针目下方这根横向的线和下方一根线，接好线，然后在左侧相邻花样，右侧第6针长针反面，挑这2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，然后钩10针锁针过渡。挑同一组花样，倒数第6个长针，反面挑这2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，一组花样完成。我再演示一组花样，先挑下一组花样，第6个长针，反面2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，10针锁针过渡。挑这组花样，倒数第6个长针，反面这2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，又一组花样完成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，钩完这一圈。
最后10针钩完后，在接线位置钩一针引拔针，第4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5圈，先调左侧这个锁针动眼，钩一针引拔针，将线头过渡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，算作一个中长针，然后挑这个锁针动眼，钩一针中长针。再钩3针长针，完成后，钩一个变形的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找到上一圈引拔针的入针位置，往右间隔2针，同时挑起第3针长针后方2根线和锁针动眼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穿过第1个线圈，继续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这个变形的长针就钩好了。再钩一个变形的长针，钩针绕线，同时挑起相邻长针后方2根线，和锁针动眼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穿过第1个线圈，接着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又一个变形的长针完成，接着钩3针锁针，再钩2个变形的长针，都是挑相邻长针后方2根线和锁针动眼钩织。完成后，调锁针动眼，钩3针长针，和2针中长针，一组花样就完成了。我再演示一组花样，先调左侧相邻锁针动眼，钩2针中长针，和3针长针，然后同时调左侧第3个针目，反面和锁针动眼一一对应，钩2个变形的长针，3针锁针，再钩2个变形的长针，继续调锁针动眼，钩3针长针，和2针中长针，又一组花样完成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
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，钩完这一圈。钩完最后一个中长针，调起立针引拔连接，正常断线，自行收好线头。第5圈完成，这个花片就钩好了。后面从第2个花片开始，最后一圈需要边钩边连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连接的方法。我小样这里最后一圈已经钩完了第1组花样，直到第2组花样尖端的锁针位置前。现在与第1个花片连接，先钩1针锁针，取出第1个花片，将反面朝着自己，挑任意一组花样的锁针位置，钩1针引拔针，再钩1针锁针过渡，回到这个织片，继续钩完这一组花样，直到下一组花样的3个锁针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先钩1针锁针，然后挑第1个花片左侧相邻锁针动眼，钩1针引拔针，再钩1针锁针，再回到这个织片，钩完这一组花样。大家看，这2个花片的这2组花样就连接起来了。往下钩完这个花片即可。来看一下，后面花片连接时都是在最后一圈需要连接的一组花样，中间对应锁针位置钩1针引拔针连接。第1圈花样，最后这个花片除了连接前面花片这2组花样，还要连接第1个花片对应的位置2组花样，形成环形。后面第2行花片与第1行花片连接时，挑前面连接位置的线圈，钩引拔针即可。往下大家对照花样排布示意图，将剩余花片连完。连接时注意将相邻2个花片的颜色错开，不要弄错了。花片全部连接完成后，需要与背心对应位置缝合，将花片的正面朝上，与背心对应位置对齐，然后用背心对应位置同色线，在领口和袖笼位置挑花片每组花样的尖端与背心对应位置缝合，在上方和下方花片位置挑花片反面的线圈
与背心对应位置缝合。缝合方法不固定，注意不要将线头漏到花片正面。缝合平整，缝完后在每个花片中心缝一颗珍珠扣。缝合时同时挑花片的中心和背心对应位置缝合。缝合方法不固定，缝合牢固即可。这样，拼花的制作和缝合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到这里，这款吊带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